这些美女呢栩栩如生，还能动的。可想而知啊，如果是节假日，这里该热闹成啥样？哇，仿佛穿越回了老上海的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时代。曾经号称华界最大游乐场、迷你小型商场——豫园老街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上海最热闹的商圈之一——豫园商圈。这一边几乎每一天都是人来人往，非常的热闹。即使今天是一个阴雨天，这边的行人依旧不少。就在这样一个很热闹的商圈，有一栋很容易被忽视的白色小洋楼，它就是我正前方的小世界游乐场旧址。在上海，很多人都知道人民广场的新世界，还有著名的大世界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，在豫园福佑路口还藏着一座被老上海人称为小世界的老建筑。小世界游乐场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，曾经号称华界最大游乐场，里面既有戏曲、电影，也有茶楼和各类小吃，可以说是当年上海最热闹的综合娱乐场所之一。如今呢，这座百年建筑已经悄然变身为一座迷你的小型商场。今天呢，我就带大家一起走进去看一看，现在的小世界到底变成什么样了。现如今呢，这个小世界游乐场已经化身成为一个非常现代的迷你小型商场，里面入驻的商户呢，其实并不是很多。我大概看了一眼啊，在这个室内的部分，其实总共呢就有2家大的商户，一个呢是门口的这个李宁，专门卖体育用品的，还有一些衣服、鞋子之类的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最近比较网红的、比较知名的一个餐厅，叫3号仓库，它应该是在它的3楼的这个部分，这是属于它室内的部分。然后呢，靠近我的左手边呢，它有一个走廊。其实这个走廊呢，往里走就是豫园里面了。那么沿着这条走廊呢，它有很多的这种门店，我们一会儿呢也去逛一逛啊。我给大家看一下豫园这边有多热闹。在我正前方呢，全部都是来旅行的这种旅行团啊。而且今天是一个工作日，下午的差不多4点钟的样子。今天的天气也算不上好，稍微有点阴雨天，下着蒙蒙的细雨。但是也阻挡不了大家来这边游玩的这样一个决心啊，因为豫园呢确实是上海比较经典的一个旅行目的地。那我们现在走过去看一看啊，看看现在的小世界游乐场，里面的一个格局吧。门口呢就是有2个大的门店了，一个是3号仓库，它呢直接要坐电梯上到3楼的。那这边呢是李宁。而且李宁这家门店我看了一下，好像挺大的。看我还发现了什么？李宁自己还做了一个宁咖啡，他们也搞跨界了。走进去大概看一眼吧，好像真的挺大的。哇，这个墙壁上好大的一张屏幕。走到2楼去看看吧。哇，看我头顶上这个装饰也是挺漂亮的。我现在是来到了李宁门店的2楼，哇，这边真的挺大的，依然是各式各样的运动服饰，产品也是越来越丰富了，算是做得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国产的运动品牌了。哎，我看到了这个宁咖啡啊，卖的好像价格也是挺合适的，拿铁20元一杯，美式15元。我这产品线还挺丰富啊，还有什么葡萄乳酸菌凝乐冰32元一杯。李宁门店的旁边呢，就是这家非常网红的餐厅，叫3号仓库。看它门口还有一个很大的屏幕啊，在推荐他们的产品。这家餐厅呢，也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，虽然是一家网红餐厅啊，但是它卖的客单价呢，并不算特别贵，人均呢大概在150到200之间吧。这个呢是要直接坐电梯上到他们的2楼，那我们就不上去了啊，上面就是直接吃饭的地方了。除了这2家商户之外呢，这边还有一条走廊，
沿着这条走廊的两边呢是各式各样的商户，这条走廊目前叫豫园老街。早在上世纪20-30年代，作为小世界游乐场，它的1楼呢是看京剧的，2楼是绍兴戏，3楼是茶楼跟夜场。但是现如今这些功能已经完全消失了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我们现在呢就走进这个豫园老街里面去逛一逛啊。这条通道里面的人也是非常多的。哇，你看这个通道的两边的墙上呢，也是有做了各式各样的装饰啊。哇，这一边呢全部都是老上海的美女月份牌上的大美女啊，而且这个是电子屏幕，这些美女呢栩栩如生，还能动的。然后我看到我左手边呢，这个屏幕上呢也是放了很多老上海的一些介绍啊，哇，仿佛穿越回了老上海的这样一个很特别的时代。前面有一家银匠铺啊，卖银饰的。不知道为什么这种银饰，就是我在南京路上也看到很多。难道游客都很喜欢这种吗？可能是吧。哇，这一条通道啊，真的是蛮有味道的。这边是卖酒的。我的左手边呢是一家卖上海雪花糕的。我看到南京路上也有很多这种卖上海雪花糕的，就是蛮有老上海元素的。接着往前走啊，每一家店的装饰呢都是古色古香的，就是很有老上海的韵味啊。丽南居啊，它主要也是卖一些美食的，就是糕点之类的啊，老上海的美食。哇，这一条街道呢，好像也是做了很多的升级改造啊，现在仿佛就像是穿越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感觉啊。这一家是卖这个旗袍的中式服装，这2年在这边呢也是挺火的。豫园老街。还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手的。今天也不算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日啊，但是你看这条街上人还是很多的，可想而知啊，如果是节假日，这里该热闹成啥样，可能走路都有点困难了。哇，你看这个上头整体的那个商家的招牌，真的做的很有味道啊。那卖的东西呢，其实也是蛮接地气的啊，比如说这里又是一家卖中式服装的。这边呢是卖银饰的，这边还有一家照相馆啊，大兴照相馆。好了，走到这一边呢，就慢慢走到豫园里面来了。这不九曲桥那吗？对。好了，那么我们今天逛豫园、看小世界游乐场旧址呢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请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个视频见吧，拜拜。